大家好，我是艾亮。视频开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明天有一个权威的、可靠的消息来源，比如说联合国秘书长在摄像机前告诉全世界 UFO 是真的，我们已经确认了外星人的存在，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可能会想，全球恐慌、股市崩盘、宗教危机，但实际上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发生了，只不过这个议程进行得如此缓慢，如此的制度化，以至于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2017年12月，纽约时报的3名记者联合发表了一篇报道，披露了一个事实：美国国防部从2007年开始就在秘密调查 UFO， 项目代号先进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简称 ATIP， 预算2200万美元。报道发出之后，重磅事件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占据新闻头条。先是美国海军承认了那些著名的 UFO 视频是真的，紧接着五角大楼成立了专门的 UAP 调查办公室。接下来，美国国会召开了50多年来第一次关于 UFO 的公开听证会。2023年，一位前情报官员在国会宣誓作证，声称美国政府拥有非人类来源的坠毁飞行器。就在去年，纪录片《披露时代》正式发布。可以看到，从2017年以来，美国、巴西、英国都陆续展开 UFO 听证会。但我认为这种制度层面的披露只是一个起点。从我对这些听证会的了解来看，披露的内容并没有达到我的期望。不过，这种官方主导的披露还是产生了非常正面的影响。UFO 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反而让主流学界以及 UFO 研究者们最头疼的地方是 UFO 到底是什么？ UFO 是不是外星人的飞行器？这就是本期视频要聊的话题。这期视频也是我的整个意识探索系列的第一个视频。我计划用10个栏目，大约100个视频，讲清所有和接触体验相关的现象。内容涵盖 UFO、濒死体验、出体体验、宗教神话、古代文明的意识探索、催眠回溯视角下的宇宙学、灵性传统和新生疗愈等方向。这期视频我试图去讨论一个问题：如果 UFO 现象是真实的，那它究竟是什么？它是来自遥远星系的物体飞行器，还是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与人类意识本身相关的现象？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 UFO 的真实答案很可能不是外星飞船，而是某种与我们的意识相关的东西。在我们深入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飞碟这个词。1947年6月，一个叫肯尼斯·阿诺德的飞行员在华盛顿州看到了9个高速移动的发光物体，他描述他们的运动方式像碟子在水面上弹跳。但请注意，他说的是运动方式像碟子，而不是形状像碟子。但媒体立刻把它简化成飞碟，就是这2个字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我们对 UFO 现象的认识。因为飞碟这个词暗含了3种假设：第一，它是一个物理实体，并且是一个碟形物体；第二，它是一个交通工具，因为它可以在天上飞；第三，它是被设计出来的。碟形意味着加工产品，也就是说必然会有智能在操作。仅仅是一个词就代替所有人直接定义了 UFO 现象的本质。当年的媒体可能是为了抢占报纸头条，但这种未经验证就大范围传播的词语，极大地限制了大众对 UFO 现象的思考和想象。没有经过任何严谨的调查，却为我们预设好了结论： UFO 是来自外太空的物理飞船，这就是所谓的外星假说，英文简称 ETH。70多年来，这个假说主导了公众和大部分研究者对这个现象的思考。但问题是，有大量的目击数据否定了这种粗暴的定义，同时有大量 UFO 接触体验者和目击者也否定了 UFO 仅仅是一种物理飞行器的说法。这听起来会有点反直觉，你可能会问，如果 UFO 不是外星飞船，那么许多目击视频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难道真的是幻觉？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但我绝对不否认外星飞船的说法，这是可能性之一。而在此之外，还有很多可能性被传统飞碟学忽略了。仅凭外星飞船这一种假说，无法解释 UFO 现象的全部数据。我们可以先看3个外星假说无法解释的地方。首先是 UFO 行为过于反常，有大量高质量的 UFO 报告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一个物体从悬停状态瞬间加速到极高速度，没有音爆，会直角转弯，在空中分裂成多个光球，然后重新合并，从天上直接扎进海里，不会溅出一滴水花。有时候看到的物体比整个足球场还大。如果这是飞船，那么这些异常行为说明什么？说明制造它的文明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科技水平，他们的物理水平已经不在3界之内了。这种解释可以接受，但如果一个文明的科技水平已经碾压了落后的地球文明，那他们为什么要像马戏团一样表演给落后的人类看呢？这既不符合科学考察模式，也不符合军事侦察模式，反而更像是一种展示。其次是 UFO 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这一点很重要，但也经常被人忽略。法国天文学家雅克瓦莱在1969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通往马格尼亚的护照》。他在书中做了一件当时没人做过的事，把现代 UFO 报告和中世纪欧洲的民间传说放在一起做比较。他发现 UFO 其实是同一个故事，在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反复讲述。
一个发光物体从天而降，非人类存在出现在人类面前，时间被扭曲了，信息在心与心之间传递，体验者的身体被麻痹。体验结束后，他们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古代，人们说那些天空中的现象是神的使者，是火焰战车；在中世纪，人们说那些是精灵、天使或恶魔；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说那些是 UFO， 是外星人。到了今天，我们又称其为 UAP。发现了吗？这是同一个现象出现了不同的标签。如果这真的只是某个星球的飞船在造访地球，那他们为什么已经造访了至少几千年时间，而且每个时代都恰好换了一套符合当时文化期待的衣服？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部分，研究者发现 UFO 现象和人们的意识状态始终纠缠在一起。接触体验不是一个纯粹的外部观测事件，在大量报告中，体验者描述了深刻的意识改变，包括心灵感应式的信息传递、出体感、时间感被瓦解、极端的情绪体验，有时是恐惧，有时是狂喜。而且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意识层面的特征和另外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报告高度重叠，那就是濒死体验。直觉告诉我这不是巧合，但要理解这两种现象之间为什么会有高度相似性，我们需要先认识一个人。雅克·瓦莱可能是 UFO 领域最重要也是最被低估的研究者。他是天文学家出身，也是 UFO 研究先驱艾伦·海尼克的学生和合作者。后来他转行去了计算机科学，参与开发了 ARPANET， 也就是互联网的前身。他还在斯坦福研究院参与过 CIA 秘密资助的遥视项目。他同时还是一个风投，是硅谷的从业者。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住在荒野小屋里研究外星人的科学怪人，而是一个在主流科学界、情报界和科技行业都有深厚资历的严肃学者。而他恰好花了60年时间研究 UFO。瓦莱做了一件让传统 UFO 研究者很不舒服的事，他拒绝给这个现象终极答案。他既不说 UFO 是外星飞船，也不说 UFO 是幻觉，他认为 UFO 现象比这两种解释都要奇怪得多。瓦莱的核心理论可以总结为2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叫跨文化的连续性，就是我刚才说的现代的 UFO 目击报告和古代神话的描述，这两套看似截然不同的叙事，其实共享的是同一个底层结构。除了外观形象、文字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之外，中世纪那些看似玄幻的描述与 UFO 的目击报告相比较，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是天空中出现的那些奇异现象，以及那些现象对人造成的意识影响。第2个概念叫控制系统假说，这个概念非常重要。瓦莱提出 UFO 现象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不像科学考察，更不像军事行动，却很像一个恒温器。一个恒温器不在乎你的房间是太热还是太冷，它只关心把温度维持在一个设定值附近。瓦莱认为 UFO 现象可能是一种调节机制，通过定期向人类文明注入无法被现有认知框架消化的异常体验，来推动或影响人类对现实本质的认知。回想一下，每一波比较轰动的 UFO 事件都会在社会中激起一轮关于我们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宇宙里，或者关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这样的讨论和思考。而这种思考本身可能就是 UFO 的目的。不过主流学界对瓦莱的理论嗤之以鼻，一方面是因为意识类假说向来不被科学界接纳，另一方面是这套理论目前难以被证伪。不管 UFO 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得到的调查数据是怎样的，你都可以解释为这是控制系统的又一种策略，而这就变成了阴谋论式的逻辑。但我认为瓦莱的理论打破了一个被传统飞碟学统治的想法。在以往，我们要么认为 UFO 是外星飞船，要么认为那是错觉或幻觉，但现在瓦莱说还有第3种可能性，而且这第3种可能性比前2者都更加接近真相。到目前为止，我们聊的都是理论，现在让我们看看数据。2012年之后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足以改变 UFO 领域的认知规则。FREE 基金会成立了。FREE 基金会由4个人共同创立：阿波罗14号宇航员艾德加·米切尔、哈佛天体物理学家鲁迪·希尔德、澳大利亚接触体验者兼研究者玛丽·罗德威尔，以及一个名叫雷伊·埃尔南德斯的体验者。他的故事也非常有启发性。在2012年3月之前，他是一个对 UFO 没有任何兴趣的人，也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然后他和妻子在自家的客厅里经历了一次无法解释的事情，一个能量光体突然出现在他家，并治愈了他们原本准备安乐死的宠物狗。此后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了方向。他有了心灵感应能力，时常能召唤 UFO 显现，经历了类濒死体验等等。后面有时间我会将他的经历做成一期视频。FREE 在5年时间里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他们设计了3份极其详细的调查问卷，收集了来自100多个国家4200多名 UAP 接触体验者的回复。调查结果发表在2018年的一本820页的学术著作里，名字叫《超越 UFO》。在此之前， UFO 研究界的数据收集主要关心的是物理层面，比如雷达数据、目击照片、
着陆痕迹、外星植入物等等。体验者脑子里发生了什么，被当成了一种不可靠的噪音，或者直接被归类为心理问题。而福瑞基金会翻转了这种研究的优先级，他们认为体验者意识状态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数据。而调查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这里我说3个最关键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接触方式远远不止看到飞碟。体验者报告了极其多样的接触方式，看到物理实体只是其中之一。心灵感应式的信息传递、出体体验中的接触、在睡梦中的接触、冥想中的接触，甚至濒死体验中和非人类智能互动，所有接触模式都在数据中有大量报告。这意味着 UAP 接触绝对不只是一个单一现象，它更像是一扇大门，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意识状态来打开这扇门。第二个发现，接触后效与濒死体验后效几乎一模一样，这是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地方。后效指的是某种刺激消失后，残留的效果一直持续下去。有大量接触体验者报告了以下变化：对死亡的恐惧感显著减少，从组织化宗教转向非教派的灵性探索，对物质追求的兴趣减退，直觉能力增强，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关心。如果你读过濒死体验的研究文献，你会立刻认出这些变化几乎就是 NDE 带来的后效。这两种表面上完全不同的体验，一种发生在死亡边缘，另外一种发生在外星接触的情景中，但两者却产生了几乎相同的意识转化模式，这难道又是巧合吗？第3个发现，绝大多数体验者认为接触是正面的。这个发现直接打脸了流行文化中的外星绑架的恐怖性叙事。我们看过的电影，比如《黑衣人》《独立日》等等，让很多人以为外星接触就是被抓上飞船做实验，然后又被丢回来。但福瑞的数据说的是另外一个故事。大多数体验者将接触评价为正面的或具有转化性的。恐惧存在吗？存在。有创伤性体验吗？有，但他们在整体数据中是少数，而不是主流飞碟学所认为的全部。而且在事后，有很多体验者逐渐意识到，那些接触给自己带来的其实是正面影响。他们渐渐不称呼自己为被绑架者，而是一名接触者。福瑞的数据告诉我们 UFO 现象是什么，但要如何对待这些数据，这就要说起另外一个人，约翰·麦克。他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终身教授，也是1977年普利策奖得主。在上世纪90年代初，麦克开始系统性的研究自称有外星接触体验的个人，但他做了一件让当时的学术界不可理喻的事。他认真聆听了那些自称被外星人绑架的经历者的心声，并没有把这些人当作精神病来诊断。他先是做了标准的精神病学评估，发现他们在量表上没有显著的精神病理特征，这意味着那些人既不是精神分裂症，也不是幻想症，他们的心理功能和正常人是一样的。然后他做了第二件事，他把那些人的体验报告当成真实的数据来分析，而不是丢进垃圾桶里。这些人确实经历了某些无法解释的事情，那些经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情感的真实性以及可检测的后效。麦克知道他们并不是疯了，但问题是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面对这个问题，麦克没有说外星人真的在绑架人类，因为他无法用物理方式验证这一点。他也没有说这一切都是心理投射，因为众多体验者的一致性和后效的持续反应并不支持心理投射的说法。他选择了第3种解释，他认为这可能揭示了一种我们的标准本体论范畴无法容纳的现实维度。他把接触体验描述为一种边界性现象，它同时触及了物理现实和心理现实，但又不能被完全还原为其中的任何一个。这等于给当时的学术界扔了一颗炸弹。1994年，哈佛大学对麦克发起了一次内部调查。这是一位终身教授因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被自己的大学审查，在哈佛几百年的历史中前所未有。调查最终结束，麦克保住了他的教授职位和学术自由，但也造成了严重的寒蝉效应。整个学术界收到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你敢认真研究接触体验，那你的职业生涯就完蛋了。这是一条充满威胁的警告。麦克在2004年因交通事故去世，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十分宝贵的遗产。在面对真正的未知时，最诚实的立场并不是急于得出结论，而是敢于承认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然后继续认真研究。到这里，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猜测，那就是 UFO 可能不是纯粹的物理现象。但在此之前，我还要带你看一看我们的主流机构是怎么研究 UFO 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背景，那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瓦莱、约翰麦克和福瑞基金会的工作如此重要，也如此艰难，因为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努力填补几十年来官方研究留下的巨大空白。美国政府的 UFO 调查始于1947年，先后有3个项目：信号计划、怨恨计划和最著名的蓝皮书计划。蓝皮书计划从1952年运行到1969年，期间累积了超过12000份报告。
最终结论是，大约有90%的目击报告可以被识别为天文现象或人造物体，剩下约700例可以被归类为未确认，但证据不足以做出判断。1968年，科罗拉多大学物理学家爱德华·康登领导的独立评估，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登报告，给出了最终判决。过去21年的 UFO 研究没有为科学知识做出任何贡献，至此蓝皮书计划停止，故事结束了。但故事真的结束了吗？这里有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细节，康登报告的项目协调员罗伯特·洛在1966年写了一份内部备忘录，后来被泄露给《Look》杂志，里面说了这么一段话：项目的技巧在于让公众觉得这是完全客观的研究，同时让科学界看到这是一群不幸者在尽量保持客观。有意思的是，项目中2个带回正面发现的研究员都被康登解雇了。蓝皮书计划的长期科学顾问艾伦·海利克，后来也被称为 UFO 研究之父，他在1972年公开批评蓝皮书计划的人员严重不足，统计方法是一场闹剧，所以这不是科学仔细研究了 UFO 然后发现什么都没有，这更像是科学被安排去做出什么都没有的结论。蓝皮书计划之后， UFO 研究主要由民间组织接手，模仿 CUFOS 等等，这些组织沿用了一种叫罗姆与罗珊的范式，他们默认 UFO 是物理飞行器，所以只需要收集物理证据，雷达、照片、视频、着陆痕迹等等。但这个研究范式有几个严重的问题，它完全忽略了体验者脑子里发生的事儿，心灵感应、意识体验、灵性转化都不算证据，甚至被当成一种心理疾病。但后来的福瑞研究告诉我们，这种忽视有多么草率。如果我们把体验者放在研究中心，那么整个 UFO 现象的面貌就会彻底改变。同时，传统飞碟学把 UFO 当成了一个和其他接触体验无关的孤立类别，但我们已经知道 UFO 和 NDE 出体体验、催眠回溯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把 UFO 从意识研究中切割出来，就等于预先排除了一种非常有可能的方向。还有就是传统 UFO 研究十分喜欢制造阴谋论，他们总觉得政府在隐瞒什么，总觉得外星人想要控制全人类。在这种理念下，任何具有反驳性质的证据或者不一样的想法都会被当成欺骗。不仅官方研究存在巨大偏见， UFO 圈子也特别喜欢生产阴谋论。从罗斯威尔事件衍生的外星人访谈录到 MJ12小组，从蜥蜴人统治世界到秘密太空计划和太阳典狱长，这些阴谋论一个比一个精彩。但问题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爱好者，除了听国际 UFO 大会去宣传这些秘密事件，除了听克里古德讲述自己上天入地的故事，除了看网上那些鱼龙混杂的虚假视频，我们还能了解到什么有意义的信息呢？我的建议是，少看那些所谓的秘密爆料，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并没有被完全隐藏，比如那些目击者的一手讲述，比如那些经过严格方法论去研究的濒死案例，比如一些古老的文献和典籍，亲自去看去了解，而不是被大量的虚假信息裹挟。现在我们可以把所有可靠的、可信的线索整合在一起。法莱告诉我们 ，UFO 现象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每个时代都会换上适合当时文化的外衣，它的行为更像一个控制系统，而不是一支星际考察队。福瑞基金会告诉我们，接触方式极其多样，接触后效与濒死体验高度重叠，而且大多数体验者认为接触是正面的，是具有积极转化性的。约翰麦克告诉我们，体验者不是疯了，但他们经历的东西也不能被简单的装进物理事件或心理事件的体系里，把这些拼在一起，一种不同于外星飞船的认知框架就开始浮现了。我们可以暂且把它叫做意识接口假说。它的核心想法是这样的：至少某些 UFO 现象可能不是来自物理空间中另外一个地点的物理实体，它可能是人类意识与某种更高级别、更宏大的智能或不同维度之间的互动方式。在这样的框架下，接触不是两个物体在三维空间里互动，它更像是你的意识和某种更大的东西之间的一次信息交换。这个交换既可以以物理化的方式呈现，比如你看到天上突然出现某个东西，雷达捕捉到异常信号，也可以以完全内在的形式呈现，就像心灵感应、预知未来。更多的时候，这两种方式可以混合在一起。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个框架，那它就能解释很多之前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东西。为什么 UFO 现象同时有物理效应和非物理特征？因为它本来就是意识在物质现实的显现。为什么 UFO 在每个时代都会换上一套衣服？因为它的呈现形式受到体验者的心理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就像我们做的梦与我们的生活经历、思想文化息息相关。为什么 UAP 接触、濒死体验、出体体验、深度冥想之间有这么多重叠？因为它们可能都是同一扇门的不同钥匙，是人类意识接触到同一个更大现实的不同入口。
这就是福瑞的后续机构 CCRI 在2022年出版的《更宏大的现实》中提出的核心假说。埃尔南德斯把这类接触体验叫做接触模式，包含了 NDE、UAP 接触、出体体验、通灵预知、置换体验、遥视等等，它们不是独立的异常现象，而是同一张地图的不同区域。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这种全新的理论非常唯心。如果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物理主义者，一定难以接受，这很正常，这是进步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争论。所以我也会指出这个理论的局限在哪里。首先，意识接口假说目前还不是一个系统性的科学理论，这更像是一个研究纲领，告诉我们可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如果要真的变成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去完善调查方法和研究框架。其次，福瑞的研究虽然很有开创性，但样本有限，那些资源来填写调查问卷的人不一定能代表所有体验者。再次，意识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未解之谜。查莫斯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至今无人能回答的问题，叫做意识的困难问题。世界顶级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夫·科赫曾经与查莫斯打赌，说25年内一定能搞清楚意识是什么。但到了2023年，科赫输掉了赌局。我们至今连意识是什么都还没搞清楚，现在要用它来解释另外一个谜，那只是用一个未知替换了另外一个未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不知道 UFO 到底是什么。外星假说、控制系统假说、跨维度假说、意识接口假说，所有这些都是试探性的理论，没有任何一个已经被证实，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被排除。所以这期视频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 UFO 既不是纯粹的外星飞船，也不能完全归纳为意识现象。我们只需要意识到，传统飞碟学所谓的外星飞船框架已经无法容纳 UFO 体验所产生的全部数据和现象，而所有的接触现象都在指向一个与人类意识有着更深联系的方向。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方向会通向哪里，但至少我们可以明白， UFO 除了外星人和幻觉这两种解释之外，还有更加宏大的可能性。今天的视频是整个系列的起点，在接下来的视频里，我会从不同角度去展开这张意识地图：濒死体验的科学数据、出体体验的现象学、催眠回溯的宇宙学、古代文明的意识知识，以及最终他们会如何指向同一个答案。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探索这条路，希望可以点赞关注，我们下一期见，拜拜。